各位同学好后，在这个单元的课程里面的话呢，我们最主要是要来介绍在非同步教学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补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远距教学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的效果能够做提升。那同时呢，我们也向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使用 GatherTown 这个平台来进行非同步的一个教学。那我们首先想要先各位来谈一下就是远距教学师生互动的一个困境。那么因为我们在远距教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规划一些学习的一些进度，然后我们想要规划每周的一些上课的这个师生的一些互动啊，然后我们可能设计了很多互动的活动，然后希望说同学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可以提升他单独听录音档以外的一个学习的效果。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同学没有按照进度来学习。那所以即使我们使用Slido之类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想要在那一周的同步的这个教学的一个时间进行师生互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同学他根本就没有听在那一周的那个录音档，那他要怎么跟你去互动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师生互动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那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听，那这个要怎么互动？那偏偏我们的互动又是同步的。那同步就是说你规划了一个时间，我要跟你在那个时间一起来大家来进行像Slido的互动，我问你你来回答那如果说这个时间过了就没有了你不能说好那这个我晚2天晚2天才把录音档听完，那老师可不可以另外加开一场这个跟同学这边做师生互动？这个一定不可能吧因为我想每个老师都很忙啊，这个上课时间以外其实不太可能这样子去无限制的配合每个同学不同的进度，所以远距教学的时候其实这个同步的师生互动常常会碰到很多就是困难那另外就是同学他可能不愿意在公开讨论区发言与问题我们本来是希望说你有问题就是同步的时候给你问你又不问然后那个非同步的公开讨论区给你问你也不问这样子的话那个有问题不问，那考试考出来就是不会那我们一直到考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同学就是不会，那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提升他的学习的效果那所以一个在讨论区的发言要提升他的学习的效果，就是要引导出一个讨论的风气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元性的问题，让同学在公开讨论区里面每个人都作答一下，给一点分那这个是一种就是让他们习惯可以把他们的问题或者是习惯在上面去做一些这个生生的或者是师生的讨论跟互动。那另外的话就是老师跟助教对同学在讨论区的问题要尽快回复然后让每一个同学都看到就是问题很快的就被解决，那这个可以引导出一个风气，就会有更多的同学愿意把他问题抛出来那所以同学的问题只要能够被解答，那对他的学习效果一定会有改善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原来想要做的同步的互动的效果有没有什么方法去做改进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其实就是因为做了几年的Slido的师生的互动我们就是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因为有同学就是跟我们反映就是他这礼拜的录音档就是没有听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能够一样把这个师生互动的效果把它做出来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提到我们怎么样 GatherTown 的平台来把这一块补起来那我们可以来这里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是就是我们的远距或数位教学它本来希望可以达到的一个特色是什么那这本是参考这个施武林这边这本
所提出来的一个几项的指标哈，我想大家看的应该都会蛮认同的哦。第一个就是学习主动化，也就是说，远距教学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让同学去规划进度的学习。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被动的卡关的地方，去卡住他学习进度的地方。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让同学可以这个学习主动化，他自己规划他哪个时候要做学习。但是不能差整体的规划的 schedule 太久了你这个有的人喜欢晚上，有的人喜欢早上，这个调整一下但是你不能落差别人太多周。这样子不然因为落差太多周，那考试要怎么考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弹性这个可以多听几次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主动。那另外就是学习环境个人化嘛所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绑在教室里面嘛，然后我们所有的资料是用数位的方式给他然后另外呢，教学传递网络化我们什么事情都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做一个沟通嘛，然后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虚拟的学习的社群他不会找不到老师跟助教他不会找不到同学，有一个虚拟的讨论区，让同学之间可以交流讨论所有跟课程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方式来对同学来进行学习的评量所以像Slido 的师生互动就是一种即时的同步的评量马上对全班发个问，马上看到学班的同学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什么，那就可以马上来调整一下教学的策略那也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上机实习出点作业那个收一下这个报告这些其实就是各种方式的评量，我们都可以来掌握同学的学习效果，然后来做适当的教学的补充或者是调整所以数位学习应该是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些特色那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做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让上机实习这件事情变得比较顺利那当然这个一般的话实体教学可能就是你要有个电脑教室那你有80个人修课，你就要同时要80台电脑，那同学可以上机嘛那当然这个就会限制可以同时修课的人数那如果说今天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电脑那会有问题因为上机实习的这个环境如果不统一的话每个同学的版本不一样每个同学安装的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各自有一些问题，那上次实习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一个错误那这样助教跟老师就应付不来所以统一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远端的虚拟电脑那我们建立了远端的虚拟电脑，就是像我们这边提到的这样一个环境，每个同学他只要有远端桌面连线的程式，他就可以连到我们的背后的这个云端的这个伺服器那这个是一个 Linux 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桌面的环境，那在上面可以执行我们上机实习的这些软体那就可以做远端连线上机实习所以上机实习同学也不一定要来学校远距就可以做了而且我们在电路设计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很多软体是很贵的所以它是需要绑 license 的那license 要 check out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用自己的电脑来用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是有 IP 的限制，所以它只能用那几台公共站所以我们就准备好几台比较强的这个云端的伺服器然后那个让同学每个人都可以连线上来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让他可以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做上机实习。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虚拟的线上的社群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用这个一些课程平台做讨论区或者是像我们这边的例子的话，就是建个 Facebook 的一个社团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一个线上的社群。那这个线上的社群呢，就可以让同学随时有问题就可以抛出来比如像我们这边我们可能出了一个这个上机的实习绘制这个电路布局图的一些例子，那同学马上就有一个问题，那他就截图然后那个问老师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这样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那个如果你要让你的同学很愿意的发问的话你回的速度就要够快这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对每个老师或者助教来讲，他其实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同学就是那个很乐意把问题抛出来的话，你就要回得很快
就回得很快哈。那所以他问题抛出来了哈，那我们就要去解释哦。那这个解释的部分的话哈，一种是这个简单的把它图解一解哈，那这个自己再稍微画几条线，然后加一点文字说明，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哈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跟他解释清楚。好，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文字的表达可能写不清楚的话，那就快速录个影，然后贴上来就直接对他或者是对全部的同学再做一次讲解。那所以这一些补充性的这些短影片那这个对同学这个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因为问题马上老师就补充一点这个小的影片就在这个社团里面大家马上听了就懂了这样子不懂再继续问下面可以追着再问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同学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非同步的这个时段可以把它做解决。剩下的话同步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让同学继续再发问嘛。那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强调非同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个平台我们叫 GatherTown那 GatherTown 的话它基本上呢它是一个我们讲叫做把 2D 的地图跟会议功能结合的一个平台那所以它就像这样也有一个地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虚拟的人物这样子那这些虚拟的人物呢他们就像我们平常对话一样他们这两个人站得很靠近的他就可以对话或者是说在一些特别设计好的对话的区域里面那这些人只要在区域里面他就可以做对话所以这个叫 private area 那可以就是建一个类似小的这个分组讨论区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些人他们就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听到对方麦克风的声音，互相分享他们的对话跟电脑萤幕那大家就可以做个分组讨论了那另外一个区域的人呢他可以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就是在远距的情况下那可以又同步然后又可以做到分组讨论的一个效果这样子那我们呢就利用这个平台然后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不管是同步还是非同步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教学那而且就是说呢在这个它的 2D 的平面的地图上面呢 GatherTown 呢它可以放置一些我们讲叫做互动性的一个元件那这个互动性的元件的话呢就是譬如像是告示牌或者是这个嵌入式的影片Google 的 Slide 或者是说像 Padlet 或者是说一些 Google Form 这些东西那同学只要靠近那些互动性的元件他就可以去触发用 X 去触发那些元件看是看影片或者是看投影片或者是看一些那个填讨论区填问卷都可以那这个就可以设计很多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可以建立很多不同的这个房间那就是一张地图切换到另外一张地图那这个有不同地图之间用这个就是用这个门或者是用跳跃的一个方式把它串起来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所提供的这个功能来创造离线式的师生互动当然也可以做同步的师生互动都可以那首先我们先来谈 GatherTown 用在非同步教学的部分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先设计了一个地图那在这个地图里面就有很多的房间像这里可以看到我们 S01 就代表第一个单元S02 S03 105 07我们有很多不同单元那每一个单元你进去以后就到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就可以放一些互动的元件那这些互动的元件呢就可能是我们该周的录音档的第一单元的录音档这样那所以同学呢就可以上这个 GatherTown 的平台然后接下来呢就在这个该周的进度的那个房间嘛然后去听这个录音档所以就整理在这里大家过去听有时候这个录音档听一听对前一次的东西有问题再回到前一间再去听这样所以就走来走去的就这样你在这里碰到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讨论碰到老师跟助教你也可以跟他聊天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同步的线上互动你也可以就是非同步的就是我每一周都上来然后这个到这个该听的单元的地方去听一下这个录音档所以这个就可以达到我们一般的就是非同步就是远距教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先让同学去听上课的录音档嘛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我们每周我们会安排这个同步的这个线上教学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时间，那它也可以使用 GitHub。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地图，是线上教室。那线上教室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rivate area。那所有想要问问题的同学呢，他只要进入这个区域里面，都可以一起就是听到麦克风的声音，都可以分享到荧幕。那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固定的时段，让同学可以上来这个区域然后就可以做讨论。所以这个只是这个平台里面其中一间房间。那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那一页的房间就是拿来看影片的。那这个房间呢，就是用来做每周的线上讨论的地方。所以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同步教学的时候的一个使用。那旁边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那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他跟助教之间要个别做这个讨论，那他要跟另外的不同的助教他们共同讨论，他们不要互相干扰，那他就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大家各自聊各自的，这样要找老师问问题的人就来这个区域，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就可以达到我们讲的就是同步的时候跟师生交流的一个目的。那非同步的话就是看影片反正就是就用很多的房间让你进去看嘛。所以同步非同步都可以做。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同步的师生交流互动，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同学如果没有照进度来做学习的话，那么我们在同步的时候安排的那一些这个实例都发问的那些问题，那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参与？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说在非同步的情况下让他还是可以做？那所以这个做法的话，我们是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原来要跟他做这个师生互动的这些东西，把它录成录音档，把它录成录音档，然后我们就把它建立成一个我们讲的密室脱逃的游戏，所以他就是今天走到一个密室，然后这个密室里面呢，它就有我们安排好的问题，所以同学就跟这个元件互动，然后他按了一个 X，然后打开了这个录音档以后呢，我们就会发问。那这个发问就是他触发的，他触发了所以就是这个同学听完了这一周的录音档，他就这个上来然后这个闯关一下然后这个就来问一下这一周录音档的那个问题我会不会回答我听完了我就过来问一下那个这个老师就问你就问你这边是一个虚拟的老师了所以就是等于是你已经准备好这个录音档了那你就触发然后我就开始问了你就来想一下说这个问题到底它的正确的选项是什么？那我们可能就安排一些可能会让他搞混的一些选项那就让他选1、2、3、4哪一个是你正确的选项你选错了那我们就可能给一些惩罚比如说就把你丢回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让你再慢慢走回来这样子再挑战一次这样子那反正你没有答对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前进假设说你答对了，那你就可以穿过这个密室然后到达下一个房间，那下一个房间就有下一个问题在等你那同时呢就是说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老师本来是说这个我们用Slido跟同学发问，然后同学如果都搞不太懂的时候，老师不是要适时讲解嘛你现在就不要管有多少同学他听不懂，反正我就录一个讲解今天同学答对了他就过来了然后但是他是猜对的或者是说他今天他是事实上并没有很懂那他就看一下我们老师就可以在这里就可以补充说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我们就可以这里录一些详尽的说明录音档给同学们已经懂的同学就不用看了嘛他就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这样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个单元的课程我们就可以设计好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一个 deadline 的要求比如说这一周最多礼拜几之前同学一定要上去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完毕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要计分就是这像作业一样就是说要让同学计分的那所以同学呢他就会有一个压力再有一个压力因为这是成绩的一部分嘛所以就是他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录音档要听完但是他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同学有的时候就是他在我们
上课的那个之前，他就是还没有听完录音档，所以我们做同步的师生互动效果不好这件事情嘛，它就可以有一个弹性，它有一个弹性，就你可以给同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给个1周的弹性，那他只要这1周内完成就可以了。那这样子，他今天有考试他明天再来听你的录音档这样子也 OK 这样子就会更有弹性的让同学可以自己掌握自己学习的进度跟效果。但是也不能够太过弹性只是说我们就可以解决之前就是我们如果是同步的时段安排实力的互动，然后问题丢出去同学就没有听过，那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我们讲刺激同学的效果因为他就完全不懂嘛，他根本没有听那所以我们等他真的听完录音档，你再上来做作业那我们老师不用特别为他开一场这个实力斗的问答嘛，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随时听完他就来触发老师就可以问问题就可以问问题而且那个期中考前的话，有很多同学他们就会上来复习功课就是他把那个期中考内容听完以后再把前面所有的问题再听一次再想一次之前的那个问题跟解答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那另外的话，在这个平台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安插Padlet 的一个就是嵌入式的网站所以它就可以就是跳到 Padlet 那 Padlet 其实就是一个匿名的那个算是文字贴的那种网站所以他如果说今天对老师的讲解还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在那边留言所以他其实不用离开这个平台了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用一些嵌入的元件就可以让同学留言哪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再回复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就把原来我们可能想要来做这个师生互动但这是同步的我们把它变成非同步那非同步，那同学自己听完就来触发就来触发所以你确定你听完录音档了，你再来你确定你听完录音档，你再过来然后我就问你不懂的那没关系，我们这里马上还有解答那解答去跟大家说明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他一定要答对才能够继续前进，才能够继续回答问题嘛那每一周的问题结束以后呢，就有一个 Google Form 让他去填写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有哪些同学已经完成问题了那我们就可以借此来做一些评分做一些评分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解决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同步的时候你想要问他们的问题，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他们那 GetTime 的话它的这个价钱的部分的话它目前就是今年的话是10个人以上同时上线是免费了那可能有些老师会觉得说我课程里面60几个人呢那这样子这个我是不是一定得要花钱其实是不用了就是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就是既然是数位学习每个同学他上线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其实很少有情况会超过10个人同时在上线所以其实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真的超过10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些地图其实它是你可以用复制的方式啦就是有不同的地图给那个不同的同学那这样子其实就很容易克服这个人数的限制的问题这样子如果你一次就要把全班人都叫到这个平台上面来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付钱那首先呢，我们就是用实际的我们的上课的一个录音档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使用 GetTime 来进行这个同步的一个教学然后让这个同学可以在这个同步的时段跟老师来进行发问那就请大家参阅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录音档。发问就先站在这边我们录影就先到这里暂停一下好，那如果在这个区域内的同学就顺便看一下了。那个基本上就是到时候跟我对话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荧幕，然后你在跟我对话区域内的人你就会看到那我就可以去个别就是打出一些
投影片然后再去跟你做一点相关的一个讨论所以欢迎大家针对哪一页投影片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可以提出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步的时段里面那这一些所有在这个发问区里面的同学他都看得到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这些荧幕那同学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跟我讲说投影片哪一页有问题那我就可以做解释然后荧幕分享给同学跟他解释这样子那同学的话在这个区域内所有人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这样子那解释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就直接在投影片上面你们就可以做一些我们讲的这些笔记的这些说明，然后让同学可以知道这样子我们都会教了这个部分这一期就在教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同步教室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就是欢迎同学做发问这样子欢迎同学做发问，然后我们就可以做适时的这个补充的讲解这些投影片的这个讲解然后这个最后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同步的教室就可以离线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用另外一段录音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 GetTime 的部分是怎么样用在就是这个分组讨论的一个情景所以在这个分组讨论的一个情况下里面就是各个同学他有不同的组别的一个助教会去做一些带领这样子然后就是需要找那一个助教的人他就可以去他的那个分组讨论的一个区域里面看是跟他发问，或者是说把他做出来的一些这个上期实作的成果向助教做展示然后助教也会跟他做一些发问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来向大家那个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线上的这个一个demo所以上面就分成很多小板块这样那里面的每一组的部分的话就有一个助教在那里登那因为这个 GetTime 本身有一个人数限制现在14人25人以下是免费所以说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分时的方式就是看一下它的一个 demo 的状况所以现在因为我在这个区域的外面所以我不知道里面的人在干什么我一定要进到这个区域里面我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里面我才能够参与这里面的对话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可以看到就我们现在听不到你们在讲什么那等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分享画面跟他们的对谈的内容20跟20这个助教那我要去抓那个值的话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是同学他分享他的做出来的一些结果然后跟助教彼此之间在做一个讨论这样的那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做个讨论这样子对带上来给我那所以这个同学做出来的结果他就要向助教展示然后这个助教就可以跟他发问然后询问问题然后确定这个同学做出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我就会分享荧幕那所以当我离开这个区域以后我就看不到他们里面在讨论什么事情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是在所以每个区域里面就会有一个各自的一个讨论的内容这样那一旦进去就可以看到他们彼此间的讨论的一个内容所以各组就有各组的一个讨论这样所以我们就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建一个房间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非同步时段要叫同学听的录音档把它放在上面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他听完录音档以后他可以上去我们做的这个密室的这个脱逃的游戏里面就是听完录音档以后就到那个每次录音档的这个相关的那个问题那个地方去触发老师之前事先录制的问题然后去看一下自己会不会答答对了就可以往下一题前进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解决原来同步教学的时候那个同学如果没有事先准备怎么办，我们就可以给他一点弹性那另外的话就是助教这个同学上机实习的这些成果可以跟助教也是同样在这个平台上面他们可以找好几个不同的助教互相来做这个 demo 跟讨论那在我们同步的时段里面它则是可以使用这个发分区来做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把这个所有的远距教学上面所需要用到的非同步
还是非同步需要用到的这些事情都全部放在这个上面。那另外还可以再建立这个像 Facebook 那一些讨论区那就是社团的讨论区，那就可以在其他的时段再回答同学的问题这样。所以只要把这些事情就是全部都把它做得很好，那其实对同学的这个效果学习效果就会有显著的改善。